刚刚切火龙果，所以手都红红的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用芋头和香菇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，就是港式点心里面一定会吃到的芋饺。讲到这个港式点心啊，就会想到以前我很小的时候，只要一到周末，我爸爸都会带我去那种港式点心的茶楼吃早餐。那马来西亚的早餐呢，其实很多样化。等一下做菜的时候呢，再来慢慢跟大家聊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ong TV， 我是 Kissing 巴辣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芋头和香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240克的芋头，先削皮，等一下再来称。芋头这颗是1斤，台币60元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可以再削第2层。如果你削芋头会过敏，一定要戴手套削。我是还好，不太会痒。这些等下再用刀子来修。这颗芋头刚称的680克，现在只要用240克，先切一部分下来称称看。刚刚那边是206克，所以我这里再切下一些。我这边称好是240克了，剩下的放保鲜盒冷藏。这里来切薄片。把芋头放入盘中。把芋头摆整齐，准备拿去蒸。那你可以用大火，水滚了之后呢，放入锅内，大火蒸20分钟，或者是你可以放进电锅。那这次呢，我要方便，我就放电锅。外锅放1杯水，1杯水大约是180cc， 放入芋头，现在来蒸。准备2朵鲜香菇，把鲜香菇切成丁状。因为现在芋头在蒸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做那个芋饺里面的馅料，可以再切更碎一点。可以了，把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1颗这个豆薯，在马来西亚有人叫它凉薯，那在马来文呢是叫它满光，我也不知道马来文是不是叫满光，我小时候都叫它满光。把这个豆薯削皮，把豆薯切一半，这里头尾修一下，把豆薯切片，把豆薯切条状。把豆薯切小丁，准备60克的纯素香菇饺，把它先切条，在半退冰的状态切比较好切。换一个方向切成小丁。一般人呢，素食的芋饺呢会用素叉烧，那素叉烧在台湾找不到，那所以呢，我就改用这种原型食材素香菇饺，或是杏鲍菇代替也是可以的。把香菇饺放入盘中，酱油2茶匙，素蚝油1汤匙，糖1茶匙。盐1/4茶匙，马来西亚黑酱油1茶匙，没有的朋友可以省略，它是给它增加酱色。过滤水130克，2茶匙的太白粉，把所有食材拌匀。这是等一下炒料的酱汁，拌匀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这个芹菜末，我是前一天把它切成末状，放在这种有分隔的
盒子里面，等下就用1格。现在锅内放入少许的油，油热了，把芹菜末放进来炒香。芹菜炒香了，现在放入素香菇角。香菇角也是给它炒香，炒至表面呈现焦香。如果你是用杏鲍菇代替，或是马来西亚的那种素叉烧，也是这时候放进来炒。闻到素香菇角的香气了，也变得比较深色了。现在放入鲜香菇，快速的拌炒。大约略炒一下，放入豆薯，继续翻拌，拌炒均匀了。现在倒入刚刚调好的料汁，搅一搅，再放进来，因为有淀粉。从锅边倒入，现在快速的翻拌。它很快就变粘稠了，继续翻拌，让味道融合。炒成像这样子，水分有一点点收干，但也不是完全收干的状态，可以了。关火起锅，这个芋饺的馅料这样子就完成了，让它在旁边放凉。芋头蒸好了，哇，很香的芋头味道。拿出来，现在就赶快趁热压成泥。那压成泥之前呢，可以先来调味，就是简单的放一些玫瑰盐，大概1/4茶匙，还有白胡椒粉，白胡椒粉也是1/4茶匙。芋头一定要热热的压，不然呢，它放凉了之后就会变干，就很难压了。芋头都压成泥状了，现在来称粉的重量。芋头压成泥了，现在我们来称粉，一个用大碗装，一个用小碗装。大碗的部分呢，我们来称75克的淀粉。淀粉就是小麦淀粉，这个称好了。现在我们来称小的，小的呢要称20克。可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去煮热水，要滚烫的热水120度，直接倒入大的调理盆中，快速搅拌，让它成团。要100度C 以上的热水哦，不然它会变成糊状。而且放下去的时候就要赶快搅拌了，它就会成团。那现在成团之后呢，就把这个小碗的粉倒进来，继续拌。因为还有点烫，所以试试看用手揉，试温度。这个调理碗旁边的呢，要刮下来，然后大概过个30秒左右，它就比较不烫了，就是温的，你就比较好捏了。那现在把它压平，把这个芋泥放进来，现在就芋泥跟粉团一起搓成团，搓均匀。刚刚用热水倒进那个大的调理碗里面的淀粉的时候，一定要是冒泡泡、滚烫100度C 以上的热水，不然呢90几度的也不行哦，它会变成糊状。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是滚烫的热水才会变成团。你们看这里还有一些白白的，就还没有搓均匀，
要搓到那个白白的淀粉团都跟芋泥融合一起。现在有均匀了，可以把油放进来，它压平，倒入40克的油。现在油都充分吸收到粉团里面去了，把它收成一个圆形。已经收成一个圆形了，现在呢，我们来擦手，然后把那个保鲜膜盖上去。包好保鲜膜，现在放冷藏的话3小时，因为我们家刚好有急速冷冻，所以放进去大概1小时左右。现在可以把粉团拿出来了。冰冰的粉团，现在来搓。其实再稍微搓一搓就可以了。每一颗大约50克，差不多。取一颗，把它搓圆。搓圆之后，压扁，从周围开始压，一个在中间，一个在旁边，这样子压。旁边可以再压薄一点，中间就不要再调整了。可以了，挖一匙馅料，把馅料放进来。这面皮最好是在手指这里给它有一个弯弯的，然后从中间对折，封口捏紧。然后从头到尾再捏一次，确保已经紧了。像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芋饺。刚刚讲到马来西亚的早餐很多变化，因为呢，不只是吃像台湾都吃汉堡啊、三明治啊、抓饼啊、蛋饼这些。但是呢，马来西亚的早餐很多样化，是因为一早呢，我们就可以吃肉骨茶，还有nasi lemak，就是椰浆饭，或者是经济炒面、炒米粉配咖喱，就是咖喱酱，roti canai 呀，就是配印度人的那个挂，印度人的挂它就是那个半边豆去煮成好像咖喱的酱汁这样子，就吃roti canai就是印度煎饼。那有时候呢，我们也会吃一些糕点，像9层糕啊，onde onde 啊，就是一些娘惹的糕点。所以马来西亚的早餐就是很丰富，什么都有，或者是就像这个港式点心啊，或者是芋头糕啊，就是之前频道有教大家做过的芋头糕、萝卜糕，对，就是很多样化。大家觉得会很多样化吗？你们如果在台湾吃这样子的早餐，会不会习惯呢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。锅内倒入油，把油烧热。油已经热了，冒泡泡了。先把芋饺放进来，炸一半，一半在油下面，一半在上面，差不多20-30秒。现在可以全部放下去了。让它慢慢的炸，金黄色了，可以拿起来了。哇，好酥脆哦！馅料吃得到那个豆薯，脆
脆脆，咔嚓咔嚓的声音。哇，芋头好香哦，好吃。而且馅料炒的有湿润感，也不能炒得太干，这样子很刚好。芋头超香的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别忘了订阅我的副频道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。